观之道为使者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挚友小关，很高兴再次与大家见面。8月天气炎热，人们出汗较多，再加上开空调，导致汗出不来，会把暑毒关在身体里。在户外工作的人，长时间日晒后会出现头昏、头痛、脸发红、恶心等中暑症状。这时应将患者挪到树荫下，给身体降温，吃清暑利湿的食物，如绿豆汤。绿豆作为经典的清热消暑食材，在每家每户的厨房里都占据着一席之地。绿豆性凉，味甘，具有清热解毒等功效。夏天喝绿豆汤，不仅止咳解暑，还可以补充出汗后流失的矿物质，尤其是钠和钾，特别适合夏季出汗后饮用。此外，因为绿豆具有利尿下气的功效，因此食物或药物中毒后喝，还能起到排除体内毒素的作用，对热肿、热渴、热痢、豆毒等也有一定的疗效。不过，如果你的绿豆汤里只放绿豆这一种料，可就 out 了。今天小关来给你的绿豆汤加点料，让绿豆汤变得更健康。1. 绿豆加海带，清凉解热，消肿散结。食材：绿豆300克，海带20克，薏仁10克，陈皮1块，冰糖适量，水适量。功效：清热解暑，降低胆固醇，降血压，排毒养颜。海带含有丰富的钙，可防止人体缺钙，预防骨质疏松、关节酸痛。做法： 1. 绿豆浸泡1晚上，薏仁浸泡2小时，海带、陈皮浸泡半小时。2. 锅里放进适量的清水，倒进绿豆、薏仁一同煲。3. 陈皮去掉白色层。4. 绿豆、薏仁煲至1小时左右，加进海带和陈皮一同煲。5. 绿豆、薏仁煲至软烂，最后加上适量的冰糖即可。2. 绿豆加薏米，祛湿清热。食材：薏米100克，绿豆100克，清水适量。功效：促进体内血液和水分的新陈代谢，有利尿、消水肿等作用，并可帮助排便。绿豆薏米粥富含维生素 E， 还可以协助消除斑点，使肌肤白皙。做法： 1. 薏米100克，用清水浸泡8小时，稍稍清洗，倒去水分。2. 绿豆100克，用清水浸泡3小时，清洗后倒去水分。3. 半锅清水加入薏米烧开，放入绿豆煮滚后，转中火熬30分钟。4. 加入少量冰糖，搅拌至融化即可关火放凉。5. 食用时可加少许桂花蜜或薄荷叶添香。3. 绿豆加白菜，清热解毒，消肿止痛。食材：绿豆50克，白菜150克。功效：清热解毒，利湿止带，用于小儿风湿感冒、出汗不彻、周身困重发热口渴、小便短赤等症，还能刺激肠胃蠕动，促进大便排泄。做法： 1. 绿豆淘洗干净，提前用水泡发。2. 泡发的绿豆放入煮锅里，加入适量水煮沸后，改小火煮半小时。3. 白菜放入水里洗净后，把菜帮和菜叶分开，用手撕成小块。4. 把白菜帮子放入锅中，煮至菜熟豆烂。5. 菜熟豆烂后，放入菜叶煮沸，搅匀，关火食用。4. 绿豆加荷叶，降脂、减肥、消暑。主料：绿豆100克，百合80克，荷叶1张，大米100克。功效：清热解毒，荷叶性味苦涩，归肝、脾、胃、心经，有清疏利湿、凉血止血等功效。绿豆有清热解毒、止渴消暑的功效，两者结合可以相辅相成。但荷叶属凉性，用得过多会伤到脾胃，所以要注意量。做法： 1. 绿豆、大米洗净，清水中浸泡1小时。2. 百合去根，掰成一片片，洗净待用。3.
将洗净的荷叶放锅中煮10分钟，取出荷叶，荷叶水保留。4. 将大米、绿豆放入荷叶水中，大火煮沸，改小火煮约30分钟，放入百合煮8分钟。5. 加入适量的冰糖，烧煮片刻即可。5. 绿豆加菊花，清热润肺，泻火明目。食材：绿豆、百合、杭白菊、大米。功效：排毒养颜，平整脸上粗孔，使肌肤光洁，是祛痘的妙方。痘痘肌肤平时要注重清洁补水和控油，早晚擦冰去卤会凝胶，祛痘淡印，美白补水，控油收缩毛孔。做法： 1. 百合和菊花用水浸泡，大米洗好待用。 2. 绿豆冷水入锅至火上大火烧开。 3. 绿豆煮至将熟时，放入大米需煮至8分熟。 4. 放入百合略煮。 5. 加入菊花煮开即可离火。 6. 绿豆加芹菜，降压降脂。食材：芹菜50克，绿豆500克，盐、鸡精、水淀粉、香油。功效：清热解毒，治疗便秘，降压降脂和抗菌抑菌。做法： 1. 绿豆洗净，用清水浸泡6小时，将芹菜摘洗干净切断。 2. 将绿豆和芹菜段放入搅拌机中搅成泥。 3. 将锅置于火上，加入适量清水煮沸。 4. 倒入绿豆芹菜泥搅匀，煮沸后用盐和鸡精调味，水淀粉勾芡。 5. 淋入香油即可。 7. 绿豆加薄荷。夏天气温高，很多人感觉嗓子干燥，像是憋着一团火，单纯喝绿豆汤也有助于降火，但如果加点薄荷，效果会更好。绿豆本身具有止咳降火的功效，而薄荷味辛性凉，性悦而亲清，善行头面，用治湿阴，清咽喉，二者一起用，功效更佳。做法：绿豆和薄荷最好分开煮。 1. 先煮好绿豆汤。 2. 再把干薄荷用水冲洗，加水约1大碗，浸泡半小时，然后用大火煮沸，冷却。 3. 将薄荷水过滤后，与冷却后的绿豆汤混合搅匀即可。 8. 绿豆加陈皮。人们在夏季脾胃容易不舒服，稍微油腻或者吃多一些，就会感觉腹胀不适。在绿豆汤中加入陈皮，能起到很好的健脾助运作用。陈皮性味辛温，具有理气健脾、燥湿化痰的功效。煮绿豆汤时放一些，可以加强绿豆的化湿作用。不过因为菊白部分性偏温，会削弱绿豆清热解毒的效果，所以要提前把它刮掉。做法： 1. 取绿豆50克，陈皮、冰糖适量。 2. 先将绿豆放入凉水中浸泡4到5小时，然后捞起放入水中大火烧开，调成文火，慢慢烹煮。 3. 待绿豆将熟时放入陈皮，最后放入冰糖调味食用。 9. 绿豆加红枣。与其他季节相比，夏季多雨，再加上熟食的清晰，人们很容易胃口不好，或因营养吸收不足而肤色欠佳，不妨在你爱喝的绿豆汤里加点红枣。本草纲目中记载，大枣养脾气、平胃气、补少气、少津液，久服轻身延年。绿豆配上健脾益气、补血养血的红枣，对清热解暑、健脾补血、增进食欲的效果非常好。做法： 1. 准备300克的绿豆，100克的大枣，冰糖适量。 2. 直接放入锅中，加水约 1.5 升，大火煮沸后再改用小火。 3. 看到绿豆和枣都酥软如泥时关火，最后放入冰糖调味食用。10. 绿豆加金银花。绿豆汤能消暑，如果再加点金银花，防中暑的功效就更好了。金银花味甘性寒，具有清热解毒、凉散风热的作用，是不可多得的消暑解渴良药。
对缓解风热感冒、温病发热等不适也有一定的作用。做法：取绿豆100克，金银花30克，加水适量煮10分钟左右即可。喝下清汤，消除暑气。在水中加入少许白醋，或挤入几滴柠檬汁，可帮绿豆粥保持绿色。虽然喝绿豆汤好处良多，但不正当的饮用仍会导致腹泻、头痛。所以以下这些注意事项，各位观友还是得牢记心上。1. 绿豆汤不宜冰镇饮用。冰镇过的绿豆汤易伤脾胃，对于本身就是寒凉体质的人更加危险。2. 不要食用加了盐的绿豆汤。煮绿豆汤时可以适量加点糖，但不可加盐，因为盐会将绿豆中的水溶性维生素给破坏掉，从而降低绿豆汤本身的性能。3. 不可用铁锅煮绿豆。绿豆中的类黄酮会与铁锅发生反应，影响到绿豆本身的抗氧化性，从而降低其功效。除此之外，还有这些人群不宜喝绿豆汤。1. 月经期的女性。月经期的女性身体处于失血状态，体质偏寒，所以不宜再喝偏寒的绿豆汤，否则会导致女性期至血瘀，引起腹痛或加重痛经。2. 体质寒凉的人。绿豆性寒，体质寒凉的人喝了绿豆汤，容易引起腹泻等现象。3. 体质虚弱的人。体质偏弱的人群一般肠胃功能较弱，难以在短时间消化掉绿豆蛋白，容易因消化不良而引起腹泻等现象的发生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，观友们可以在视频下方给小关留言，喜欢小关的别忘记点击订阅哦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